我知道你经历过家庭的缺失，所以我只是在努力的照顾你，给你家的温暖。都说女主人管家，但你苛刻的管理，让我在家一点地位都没有。你总说我像母老虎，但如果你真的能变得成熟，我愿意在你身边小鸟依人。你无休止的唠叨数落，就像紧箍咒一样，照顾得我喘不过气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洪先生，33岁，来自天津环保公司职员；陈女士，38岁，来自天津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在一起已经7年了，是吧？嗯，您是离过婚，带着一个孩子的。对。您是至今没结婚。至今没结婚。对啊，男孩女孩来着？女孩。怎么样？他们俩关系？关系反正我认为挺好的。挺好的。那今天来我们这儿干嘛呀？反正就是生活上一些琐碎小事情吧。啊，想通过大家帮我调解一下。什么事儿要调解呀？首先我先说吧。我从小母亲改嫁，父亲呢前几年也去世了。从小就是得不到家人关爱吧。后来呢，我遇到他，比我大5岁，还离过婚，带个孩子。这些呢其实都不是主要的。我看中他呢，就是比较善良，会照顾人。所以呢，我们俩走到一起，挺好啊。后来呢，我过的时间越来越长了，我就觉得他呢，从原来照顾对我越来越苛刻，让我在家天天透不过气了。我能问一句吗？你俩现在是情侣关系还是夫妻关系？情侣关系。怎么这7年了还没结婚呢？我跟他说过结婚，他一直都不同意。您不同意跟他结婚，为什么呀？主要是因为他呀，就是不是特别成熟，就是身上有很多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呢，就是还不能结婚。就是您已经带了他7年，管他7年了，还没管过来呢。就是其实很多事儿，您让他说吧。行，来，首先呢，他就是有洁癖吧。每天我下班回家必须给先去卫生间洗完澡，换上自己的家居服才可以进屋。比如说今天我累了不想洗了，先直接坐到沙发上，比如说换鞋吧，也不小心脚踩上地上了，也不行，被他发现了，他就劈头盖脸数了我一顿。完事他说这个沙发上有多少细菌，我觉得他有点太夸张了，还要我给沙发消毒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你自己什么职业你自己不知道是吗？环保公司的员工，你每天接触的都是甲醛和一些个杀虫剂，这些个东西都附着在你的衣服上。回到家之后，你直接坐沙发躺床上，那些小虫子、虫卵、细菌都爬得满屋都是，你肉眼看不见，但不代表没有。那你也太夸张了。你像洗菜，平时在家洗菜吧，1颗菜到你洗完之后还剩半颗菜，就因为这个菜上有点黑点儿，你就整个菜扔了。要你这种做法呢，咱家每次必须买3颗菜，才够你炒一盘菜的。叶子上有虫眼儿，那必须要扔啊！现在的虫子都已经有这个免疫力了，杀虫药都已经杀不死它们了，对吧？而且1颗菜价值多少？上医院挂号费多少？你对比过吗？这些生活上的细节你关注过吗？那你也太夸张了吧，对吧？不买菜，咱自己点外卖，那你也不行。外卖来本来就为了图了方便，在餐盒里直接吃不完了吗？你不行，还非得倒在自己家碟子里边，而且吧，你还拿勺崴中间的芯儿，菜挨到餐盒的地方你全都扔了，多浪费。菜是经过高温加热的，那个餐盒都是塑料做的，这个接触过之后产生那种致癌物。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本身我就不想点外卖，是你非要点的。要是你这样觉得我事儿多的话，以后外卖就干脆别点。外卖也不让点，在家里吃饭总好吧？前一阵儿，我们朋友要求我们俩去他们家吃饭，人家做一大桌菜都挺好的。等准备吃饭，人家把碗筷都准备好了，他从包里拿出2副筷子，你一副我一副，告诉我咱俩拿这块吃饭，还不算完，他拿了我朋友家的碗去厨房。拿开水烫一遍消毒。当时我看我们朋友的脸都绿了，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没有面子。你那个朋友他有胃病，我都跟你说了别去他们家吃饭，你偏要去。我在网上都查了，
这个胃病的患者啊，就是携带这个幽门螺杆菌啊，是致癌的，知道吗？而且它会传染，咱俩携带回家再传给孩子怎么办？你那个朋友根本就不替咱们的身体着想，他自己心里也没点数。他这种情况就干脆别请朋友到家里吃饭，要这样的话，以后你这朋友咱就别来往了。朋友家，行，你嫌的不干净，对吧？咱到自己家里，平时我要是感个冒，进门必须得戴口罩。你想，本来啊感冒喘气就费劲。戴口罩更憋得慌，我听得汗都下来了，这日子过的啊！那难道你病了，我们就都不设防，然后也传上我了，谁照顾你？把孩子传上怎么上学去？全家全都瘫痪了，这样叫其乐融融，一家就和睦了是吗？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儿，也不拿我们的身体当回事儿。你看你那些恶习，吃烧烤、麻辣烫、粉丝，全都是这些垃圾食品，吃到身体里有什么好处？那好吃的，让你这么说，都是垃圾食品了。不是好吃的是垃圾食品，是你爱吃垃圾食品。像一些好的东西，比如像蘑菇呀、竹笋啊，炒完也挺好吃的呀，你不爱吃啊？平时比如想吃个烧烤，我就跟做贼一样，去外面偷着吃去。回家啊，他就跟缉毒犬一样，闻我身上有没有烧烤味儿。要是有的话，他你吃，你还要偷着吃，这不就是罪上加罪吗？这听不下去了，已经。什么叫罪？我吃个烧烤有什么罪？跟他说过了，我是偷人的钱出去吃，那钱是偷来的吗？不是，我自己挣是抢来的吗？不是啊。那我犯什么罪了呀？说过了不让吃啊，他也答应了，还要偷着吃。您是什么人呢？说过不让吃，我们吃了就犯罪了？国家没这法律说吃这东西犯罪吧？是在我们家可能不允许吧？就是他吃这个对身体凭什么不允许？这也是家庭成员啊。他就这样管我，就跟管儿子一样，有时候还不如他闺女地位高。他刚开始不是这样管的呀。啊，那你反抗啊！他太强势了呀。他呀，一点这个就是说养生的意识都没有。不是，他一33岁的人养什么生啊？那就得从年轻的时候养嘛，不能有病了岁数大了养。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的呀？反正也是近几年吧。我知道啊，就体重大的人血脂什么都不正常，您这行吗？我还行。是吗？大夫就没说那个什么？那个反正也是建议减肥，所以要吃素嘛。他不干啊，吃素。不是您吃了几年素了呀？吃了2、3年了吧？那还没减下去哈？啊，可能身体就是这种体质吧。对，那你这体质，你这心情最重要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还是吃素比较好。本来我就爱吃肉，现在他天天在家逼着我跟他一块吃素啊，而且吧，还要我吃生苦瓜，啊，炸的苦瓜汁。你说那么苦的东西，我咽得下去吗？而且呢，还在我们家厨房里挂一个老么大的一个食物相克图。啥意思？每次做饭呢，先看哪个菜和哪个菜不能一块吃。您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几个吧。啊，那您说什么和什么就因为记不住才要挂在厨房里。不是，您告诉我们什么和什么课呀？西瓜不能和螃蟹吃，胡萝卜不能和白萝卜吃。还有呢？还有很多，就是每天都要看。为什么不能和白萝卜吃啊？具体为什么也不知道，因为就是说网上说的吧。啊，就是拿网上作为您生活的一个信条了，是吧？行。洁癖、吃素，还有什么？他说我对孩子也不够格。啥意思？您说本来这个继母啊就难当，对吧？我这继父也够难当的。不是，你现在还不是的。哎，这不想往那方面走吗？啊。你像平时啊，我跟孩子说话多了，他觉得我管孩子管太多了。说少了吧，他说我不关心孩子。你说要我也没有办法。拿前一阵儿吧，孩子买一个5000块钱手机，我想那么小的孩子买那么贵手机没有必要啊。对，当时我跟孩子简单聊聊，可能语气重了一些，孩子女孩嘛脸皮薄，当时哭了，就让他看见可了不得了啊，就说我对孩子太严厉，管得太多了，而且吧还告孩子疏远我。5000块钱手机怎么了？他这么大的孩子周围都用的是5000块钱手机。不是多大呀？上初中。啊，都用的是这种手机，你让他用便宜的是吗？再者说了，孩子在咱这种家庭本来就是有缺失的心理，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，只要他想要，我就给他买。5000块钱，我觉得咱也能达得到。反正我就觉得我对这孩子已经特别好了，而且我们俩关系处的也特别不错。是他一直认为我对孩子不好，不够关心。我觉得你就是不舍得给孩子买，而且就是处处计较这些事儿。如果要是孩子亲生父亲就不会这样。不是，您还比这个呀？可不，天天拿我跟他前夫对比，
还说我不像个男人，我怎么就不像了？我没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不成熟，对吧？你看你现在自身上这些问题，我以前和前夫过日子的时候，就是说家里的事儿基本上不怎么管。现在呢，咱俩在一起之后呢，家里的事儿、你的事儿我都得管。我觉得你这对不住，拦一句啊，嗯，跟前夫那么好，怎么还离了呢？种种原因吧。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？往事也不想提太多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单比这一点，他可能不行，其他方面他还挺不错的。还得这么看人的哈。那您得要一拼凑人才行啊。前夫的那一点加他的这一点加在，反正我就觉得他那才不成熟能跟您结婚啊。我就觉得他咋不成熟了？就是自律性很差，晚上熬夜，白天不起，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了。他不吃早饭，这小肠正吸收着体内的这个毒素，就等同于吃大便。行了，你快别说了，多恶心人！天在家给我这样洗脑，弄得我早点有时都吃不下去。你自己挣钱吗？挣啊，出去吃吧，别回家吃了。我吃不下去了。而且我还没说完，您听啊，上卫生间40分钟起步，我提醒过他，这样对肛肠健康不好。而且同时还有吸烟，这个吸烟卫生间这么狭小的空间，这个吸烟加上空气不好，对你的呼吸道也是影响啊。这些东西他都不在乎，弄得我现在有时一提到回家，本来回家是挺高兴的，挺温暖的，一提到这我回家我头都疼了，都不想回去了。有时就别回了吧。不回。所以迟迟一直不结婚，是因为我就觉得他很多自己应该有自律性的事儿，他自己做不到。是。你们家现在谁管钱？钱混在一起啊？他管钱，你的钱也交给他。我的钱糊弄还都给他，而且吧，每天上班就给我10块钱。你说现在10块钱能干嘛出去？不是真的10块钱，真的。那你中饭怎么吃？单位有食堂吗？单位管饭。早饭和晚饭都在家里吃，中午单位管饭，然后公交卡呢都给他充好了，没有花钱的地方。而且要是想买衣服，我带他出去买，看中了哪件我就给他买了。你有什么花钱的地儿？那我口袋也不也留点钱，应个急什么的嘛，对吧？万一遇上个打劫的，我口袋10块钱，再给我打一顿，你说你这想法幼稚不幼稚？我给你口袋放钱是预备让人打劫的是吗？那要这样的话，你10块钱都别带了，让人打劫了多冤啊！那我不是说这么回事儿吗？对吧？我不也有个人情奉往，请朋友吃个饭什么的，对吗？别提你那请朋友吃饭，你那应酬都是毫无意义的，人家应酬都属于投资，后期有回报。你这些应酬回报回来都是你一身劣习，你那些朋友那些毛病都让你学来了，都赶紧断，别联系啊！那人家之前请过我，我不也回请人家吗？前些日子，你一睡觉了，我从家里拿300块钱，说请朋友吃饭，他睡觉了，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他，我想等回家再跟他说吧。回家跟他说，而且孩子还在边上劈头盖脸数了我一顿，弄得我在孩子跟前一点威信都没有。就得在孩子面前说你，然后让孩子知道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，让孩子也警醒，杀鸡给猴看。不是什么行为是错的？我挣的钱我拿300块钱花，我怎么错了？我们都听不下去了。家里的钱是由我来掌管的，他凭什么呀？他愿意啊？是不是我挣的呀？我有急用，我能拿吗？可以拿，但是要告诉我。睡觉也要叫醒。你这太不讲道理了，这欺负人呢，这属于。其实我是为了他好。不是，这您什么为人好啊？控制，从生活习惯，从择友，从经济开始控制个遛够，你哪是为人好啊？不让他吃那些东西。刚开始还行，现在呢？现在不老太快乐。想回家不？想回家不敢回。7年了。谁过7年这样的日子受得了啊？刚开始不是这样，过了3、4年都挺好的啊，后来一点点变了。为啥呢？发生了什么？也没发生。你嫂子在外面有没有干坏事？没有。那这是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我觉得啊，这个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，应该注重这个养生，爱惜自己的身体。行。对，所以我就33岁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我打算今年就结婚。我觉得啊，结婚这个一张结婚证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咱们2个人日子过好了，然后一家3口其乐融融，这个是最主要的。行，一家3口过得好，还是再添一口子过得好？那就更好，行吗？那首先得领结婚证啊，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还不够资格。你看看，都是他的逻辑，你太欺负人了。
你把这小伙子可欺负惨了，但是你也忍受力特别好，我发现啊，也不想跑什么的是吧？那我还是想跟他在一块儿。哦，行吧，难题就交给你们吧，各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您这忒厉害了啊！洁癖承认自己有吗？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觉得快乐重要还是健康重要？都重要。那你觉得他快乐吗？在你的健康的指引之下，这个没和他沟通过。很明显嘛，不快乐。那么第二个问题，你凭什么认为你说的健康是真正的健康？凭什么认为你得到的知识是真正可以获得健康的知识？以什么逻辑或以什么来佐证你获得知识是对的？可能只能从网上查一查吧。对吗？很简单一件事情，营养学一定不会支持纯素食，为什么？缺失营养嘛。你动物蛋白、动物脂肪，很多的维生素啊，你从哪摄取啊？纯素食只能说啊，我选择的一种饮食方式，你不能说它一定健康的。所以我一开始问你，什么重要？开心重要还是健康重要？开心的、健康的活着最重要，对吗？所以，人这一生里面，我们追求健康、追求养生，我觉得是对的。但是你要允许人有放纵的时候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，但问题在于你们正处于一个非常融洽和稳定的情感模式当中。但是人是会成长，当他在经历了4、5年之后，他发现，哎，我也想要一些平等的恋人关系。这个时候他跑出来说，哎，我很不舒服，哎。所以，未来的婚姻状况里面一定不是一个母子的关系。把母爱用在你女儿身上，而不要用在她身上，就这样。陈女士，您不能凡事以您的标准为标准。我们可以商量，我们可以折中，但不能您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凡事如果适度的话，那我们叫养生。可是如果你要是做到极致的话，较真儿的话，那还真就不叫养生了。那还真就是跟您自个儿身体过不去，所以我觉得您要调整一下您的心态。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性格使然，或者有一些东西是你就这么多年来一直坚守坚持的原则。OK， 没问题，您坚持您自己的，但您不能摁着别人，让别人也按照您的原则、按照您的标准来一起执行。然后，其次呢，我想跟先生说的是。这么长时间，他的确有问题，但你陪他一起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。其实夫妻也好，情侣也好，他们有一个相处之道是什么？互相看脸色，相互迎合。我们是一个彼此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，不能我只看你一人脸色吧？我们没有互动的话，我们怎么叫恋爱呢？对不对？好吧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你为什么要管他？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成熟吧。你会管他一辈子吗？我所指的这个管，不是管理、控制，而是管他的吃喝拉撒，心里念着他。我觉得早晚有一天他自己能行。你的意思是指什么？早晚一天他能行，是指你们有可能会分开的，对吗？对。那你就没有资格管他。我们在生活当中管任何人，管自己的儿子，管自己的父母，管自己的弟弟妹妹，那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只要我有生1年，在这个世界上1天，我心里都有他，我才有资格管他。否则的话，我有什么资格管他呢？要管就管到底，要不然你就没有资格管。你非要以一种母亲的姿态生存在他面前，为什么？我猜你心里不安全。你希望他在生活上离不开你，你希望你成为他的生活和精神上的依赖，但你这样做是错误的。你越是要让他在生活当中离不开你，而不是用管制的方式、当妈的方式，而是让他心甘情愿地把你当成他生存的土壤，离开你，他就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，找不到你，他就感觉不安全，是这样才可以的。
你能离得开他吗？不能，离不开是吧？离不开。所以你希望他再有生一年，他只要在一天，你也愿意被他管，对吗？那不像如果你要是你自己所说的，你在生活当中就依赖他，就希望什么事儿都他制定好计划，你来遵守，那你就不要挑这个计划和规则的好坏，因为是你心甘情愿的。如果你要认为说我得要有一定的自由，那就请你自己先独立起你自己的自由。你不能一方面要别人管自己，一方面又觉得人家管得不好，没有这样，明不明白？如果你想某一天他有依靠你的那一天，那你就必须独立起来，不要一手要自由，一手又要依靠，行吗？行，就这样。男生如果想娶，那就大胆的说我要娶你，不同意你过不下去，你就离开。女生如果觉得这个情感你 hold 不住，就放手吧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什么样？其实我管你呢，也是为了你好。我就是看你平时有时上班挺辛苦的，晚上回来我都会切点姜片啊，给你泡泡脚。然后你这个腰间盘不太好，我也从网上搜啊各种护腰的腰带。天冷了就赶快给你买这些暖宝宝什么的。可能我平时说话的语气，包括对待你的态度，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。我以后会多多注意的。其实我还是心里特别的愿意和你在一起。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有时我希望你吧，以后，注意点，别像之前他管的这么多，让我也自己独立一下。谢谢两位啊，我们一起来打开爱的记忆箱，请开箱。您这干嘛弄一盒饺子呀？我们俩最初相识的第一年的除夕，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，只有他一个人，黑漆漆的一间屋子，坐在那里特别的凄凉。我给他送的是饺子，当时我就自己心里想了，我以后要对他好一辈子。那是什么呀？那是女儿给他的信，方便我们看吗？可以。啊，要不然您念念吧。行。妈妈，有一些话我一直都想对你说。其实我真的不喜欢你咄咄逼人的样子，好像在你眼里，我和爸爸做什么事儿都是错的。每天听你说没完没了的唠叨和数落，真的好累。虽然我知道他不是我的亲生爸爸，但是从我记事开始，他就一直在我身边，没有让我感觉到失去了父爱。我觉得爸爸对我很好，真的不想你总说他，也别再让他不要管我了。我希望你们俩能不再吵架，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生活。爱你的露露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所以女儿这封信揭示了一些真相。妈妈说的是你没有资格管孩子，其实，在女儿的心目当中，谁有资格谁没资格，高低立现。我就知道那是爱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以后我就要我自己独立点儿，你就少管着点儿，好吧？好的。来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